灾变第20天，我坐在湖心岛民宿的露台上，烤盘上的战斧牛排滋滋作响，冰镇啤酒顺着杯壁凝出细密的泡沫。对岸是丧尸围城，朝不保夕的人间地狱。于我而言，这不过是裸辞后又一个无所事事的悠闲周末。一切都要从那个凌晨说起。凌晨4点50分，我靠在3层民宿的露台栏杆上，手机屏幕里满是网贷催收短信，还有家里催我考公、相亲的连环消息。24岁的我，从电商公司裸辞2年，没攒下积蓄，还欠着几万网贷，既不想在出租屋被催收电话轰炸，更不愿回家被父母念叨。恰逢舅舅在镜湖湖心岛开的网红民宿开业前，需要人上岛值守，管吃管住还发工资。我几乎连夜收拾行李，坐船登上了这座四面环水的孤岛。舅舅的要求很简单，每日拍一拍岛上的日出日落，检查民宿设施，在工作群打卡报备即可。天色渐亮，我掏出刚换的2手旗舰手机，点开相机，准备拍湖上日出交差。镜头缓缓扫过波光粼粼的湖面，最终定格在800米外的环湖网红夜市。本该是摊贩收摊打扫的时间，屏幕里的街道却灯光乱晃，人群像没头苍蝇般挤作一团，尖叫声隔着宽阔湖面，仿佛顺着风飘了过来。我双指疯狂放大画面，把100倍变焦拉到极致， AI 画质修复进度条拉满的瞬间，手里的啤酒罐哐当砸在地上，浑身血液仿佛瞬间冻住。我看到了绝对不该出现在现实里的画面，那不是酒后斗殴，更不是夜市纠纷，是只在末世小说里才会出现的啃咬活人的狰狞怪物。而这场席卷全城的灾难才刚刚拉开序幕。丧尸爆发了，小吃街里摆摊的商贩和吃夜宵的人正疯了，一样逃窜。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群面目狰狞、疯狂扑咬的怪物。大学4年，我刷完了市面上所有的末世网文，只一眼就反应过来，这和小说里写的丧尸病毒爆发分毫不差。我指尖发抖，想点份早餐压压惊，可往常24小时营业的环湖商圈，上百家奶茶店、小吃店、便利店，短短几分钟内全部显示门店休息中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！我立刻点开同城短视频平台，10几条带着现场画面的短视频赫然排在搜索前列。最新的一条发布时间就在1分钟前，画面里街道上满是狂奔的人群和扑咬的丧尸，鲜血溅满了临街的商铺玻璃。我靠在冰冷的栏杆上，冷汗瞬间浸透了身上的卫衣。事态已经彻底失控，连官方都来不及反应，丧尸病毒真的在这座城市全面爆发了。那些还在睡梦中准备起床上班的人，根本不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已经要按分钟计算了。换做普通人，此刻大概率会崩溃大哭，疯狂给家人打电话。可我看着脚下四面环水的整座湖心岛，嘴角却不受控制地扯出了一抹冷笑。湖对岸即将沦为丧尸横行的人间地狱，而这湖中心的孤岛即将成为我固若金汤的末日王国。这场灾变对别人是末日，对我却是绝境里唯一的生路。湖对岸是丧尸围城的人间地狱，湖中心是我固若金汤的末日王国。我转身冲进民宿，攥着舅舅给我的总控钥匙，要把这座岛的底牌摸得清清楚楚。整座岛四面环水，距离岸边最短距离都有800米，唯一能登岛的通道只有一条300米长的钢结构栈桥。丧尸没有理智，更不会游泳，宽阔的镜湖就是隔绝尸潮最完美的天然屏障，任对岸尸潮滔天，也休想踏足这座岛半步。民宿里的物资储备更是超乎想象。昨天下午，舅舅刚安排货船拉来1整船补给，把民宿的仓储空间塞得满满当当。我打开地下1层的冷冻库，里面塞满了各类牛羊肉、海鲜。主食储藏室里码得整整齐齐的真空大米、面粉和罐头，按分量算，足够500人吃满10个月。饮用水更是不用愁，民宿有整套湖水净化过滤系统，能直出直饮水。储藏室里还堆着上千箱瓶装矿泉水和各类饮料，能源与安保更是拉满。屋顶铺满太阳能发电板，配着大容量储能电池，还有2台刚加满柴油的大功率发电机。栈桥入口有防爆级电动升降闸门，门窗全是防弹钢化玻璃。安保室里防刺服、防爆盾牌、高压电击枪一应俱全，甚至还有几艘冲锋艇。而最关键的是，现在整座岛、整座民宿只有我一个人，岛上的一切全都是我的。我没有任何犹豫，转身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冲向了民宿1楼的中控室。丧尸潮即将席卷全城，我抄起消防扳手，砸开中控室的玻璃门，指尖狠狠按下了整座湖心岛的最高级别封锁键。这个红色按键是舅舅为了应对极端台风、湖面涨水和暴恐事件专门设置的，一旦按下，整座岛会瞬间进入全封闭防御状态。除了中控室的总控，没有任何方式能从外面打开。中控室里整面墙的监控屏幕清晰覆盖了整座岛屿、栈桥入口，还有湖对岸的环湖路主干道。随着按键落下，整座岛的防御系统瞬间全面启动，栈桥入口处的重型防爆升降闸门轰然落下，彻底封住了唯一的登岛。栈桥两侧的防护网自动升起，封死了所有攀爬登岛的可能。民宿所有门窗防盗锁全部一键落锁，灵活落地。窗外侧加厚的防台风金属防护板同步落下，
把所有玻璃牢牢护住。全岛的红外监控、移动侦测系统全部开启最高灵敏度，整座岛瞬间变成了四面环水、坚不可摧的铁壁。我没有停下动作，继续完成最后的部署，关闭栈桥和民宿外围的所有景观灯，只保留内部照明，启动柴油发电机备用机组和市政电网，做了物理隔离，防止电网瘫痪断电，把2艘冲锋艇全部拖上岸，锁进仓库，杜绝外人登岛的可能，只保留核心的监控、照明、制冷和供水系统电路。等我做完这一切，窗外的太阳正好冲破湖面的晨雾，湖对岸的城市渐渐苏醒，早高峰的车流在马路上排起长龙，一切看似如常。可我知道，这份宁静不过是人类文明最后的回光返照。就在这时，第一声凄厉的警笛划破清晨的寂静，从湖对岸远远传来。丧尸病毒爆发，环湖路上几十辆警车、救护车疯了一样冲向市中心的方向。我端着一杯刚榨好的鲜橙汁，站在民宿3层唯一没落下防护板的全景落地窗前，冷眼看着湖对岸的一切彻底崩盘。早高峰的地铁站里爆发了大规模混乱，人群尖叫着从各个出口涌出来，后面跟着10几个动作扭曲的身影。城市主干道上，连环追尾的事故接连发生，车主们骑车逃窜，整条路彻底瘫痪。原本繁华的商圈、写字楼、学校纷纷拉下卷帘门，哭喊声、尖叫声、汽车鸣笛声交织在一起，整座城市彻底沦为了人间地狱。我的手机里各个微信群开始疯狂弹出消息，可很快手机信号彻底断了，电话打不出去，普通宽带也没了信号，整座城市的通讯系统彻底瘫痪。那些清晨出门上班、挤在地铁里、堵在马路上的人，到死都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，一次突发的治安事件。丧尸在街道上游荡，幸存者在绝望中挣扎，生存倒计时在每一个人头上响起。而我转身回到了民宿的开放式餐厅，把煎好的战斧牛排摆上桌，开了一瓶冰镇的起泡酒，看着落地窗外湖对岸的人间炼狱，慢条斯理地切下了一块鲜嫩的牛肉。别人的末世生存倒计时，对我来说不过是裸辞后的末日度假倒计时正式开始了。就在我享受着末日里的第一顿丰盛早餐时，中控室的监控警报突然疯狂响起。栈桥入口处，一艘正疯狂往岛上冲的快艇，上面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，正朝着这座孤岛直冲而来。中控室的红色警报撕得湖面安宁支离破碎，监控里那艘改装快艇已冲到栈桥50米内，船身焊着铁皮护甲，船头架着自制撞角，船上10人个个持钢管与砍刀，绝非普通逃难者。我攥紧消防斧，指尖落在全岛防御控制台，没有半分慌乱。快艇距闸门30米时，我按下栈桥高压水炮按钮，2股碗口粗的水柱直砸船头，快艇瞬间侧翻，众人摔进冰冷湖水，不会游泳的人直接沉底，会水的扒着船壳想游向栈桥。我随即启动栈桥低压电网，湖面泛起蓝湖，落水者尽数抽搐着失去动静，快艇残骸飘在湖面。我盯着监控里的残骸，心头一紧，船身刻着陌生的乌鸦文章，绝非偶然闯入。我操控打捞装置清理残骸，从船底搜出一枚微型定位器，信号源直指湖岸废弃写字楼。这不是随机幸存者，是精准找上门的掠夺者。舅舅的孤岛藏着我从未知晓的秘密。我将定位器碾碎，把全岛警戒提至最高，红外监控覆盖湖岸3公里。这一刻我明白，末世的敌人从不止丧尸，藏在暗处的人心才是最凶的猛兽。我回到餐厅，牛排已凉，却没了享用的兴致。这座看似安全的堡垒早已被外界的豺狼盯上。我蹲在栈桥闸门后，反复摩挲那枚定位器的碎片，金属质地特殊，刻着精密纹路，绝非末世后能打造。我翻遍舅舅留下的所有文件，终于在安保室保险柜底层找到一本加密手册，封面同样印着乌鸦文章。手册记载，这座孤岛是舅舅与名为黑鸦的势力联手打造，对方提供资金与军用技术，舅舅负责选址建造。末日爆发前，2人决裂，舅舅强行独占孤岛，黑鸦一直怀恨在心。我后背发凉，原来我安稳度日的底气藏着救援杀机。黑鸦能精准定位孤岛，必然掌握部分防御权限。我立刻断开栈桥与中控室的远程连接，改用纯物理操控，又将所有电子锁加装机械保险，杜绝被远程破解的可能。监控里，湖岸写字楼亮起微光，几道黑影在楼顶架设设备，显然在扫描孤岛防御。我关掉全岛非必要灯光，只留中控室微光，像蛰伏的猎手盯着猎物。丧尸群在写字楼下游荡，黑影却毫不在意，显然有应对丧尸的手段。我握紧高压电击枪，心中冷笑。黑鸦以为能轻易夺岛，却不知我早已把孤岛打造成铜墙铁壁。救援也好，杀鸡也罢，敢踏足我的领地，唯有死路一条。清晨的雾裹着寒意漫过湖面，监控里的黑鸦势力开始行动。10余人推着钢制浮桥板走向湖边，竟想搭建临时浮桥渡湖。他们身着防刺服，手持燃烧瓶，队伍中间还有人操控电子设备，显然在尝试破解防御。我盯着浮桥组装进度，没有立刻动手，
要摸清他们的全部手段。浮桥延伸至湖面100米，黑鸦成员分批踏上浮桥，脚步稳健，完全不惧丧尸。腰间的药剂瓶散发刺鼻气味，应该是能驱赶丧尸的特殊制剂。我按下岸边自动榴弹发射器的启动键，第一发榴弹精准落在浮桥中段，钢板炸裂，水花冲天，浮桥直接断裂。黑鸦成员慌了神，但是依旧不退，反而还拿出信号器发送讯息。我立刻启动电磁干扰器，屏蔽所有信号，同时让栈桥闸门降下10公分，露出锋利的切割刃。剩余黑鸦成员想退回岸边，却被身后突然冲出的丧尸群缠住。他们挥刀砍杀，却架不住丧尸数量众多，瞬间被淹没。我看着监控里的混战，没有丝毫同情。黑鸦的贪婪终究让他们沦为丧尸的食物。可我没放松警惕。手册里记载黑鸦势力庞大，这点人不过是先锋，真正的主力还在后面等着。清理完浮桥残骸，我开始全岛系统排查。刚进入中控室，能源面板突然亮起红灯，太阳能储能电池无故损耗30%，湖水净化系统出现卡顿。我心头一沉，立刻拆开控制台背板，线路上竟缠着一枚微型干扰器，正是黑鸦的手笔。这枚干扰器能缓慢侵蚀系统，若晚发现3天，全岛能源与供水会彻底瘫痪。我毁掉干扰器，按照手册里的应急方案，重新编写系统程序，删除所有外来权限，将防御系统彻底私有化，除了我自己，无人能操控。修复系统时，我发现地下仓储室的通风管道有撬动痕迹，进去检查后，角落堆着几包被拆开的压缩饼干，上面沾着无色无味的粘液。我用试剂检测，粘液是慢性神经毒素，使用后3天内会浑身麻痹，任人宰割。显然黑鸦早已派人潜入过孤岛，只是没敢轻举妄动，想先毒杀我。我将所有污染物资焚烧掩埋，给通风管道加装高压电击网，又在仓储室、卧室等关键位置布置红外线井。这座孤岛的每一处漏洞都被我死死堵上。黑鸦的阴招诡计在绝对的防御面前不过是跳梁小丑。我看着满仓安全物资，心中笃定，任他阴谋百出，我自岿然不动。湖底声呐突然发出尖锐警报，屏幕上出现巨型黑影，体长超过15米，在湖心岛周边来回游弋，撞击倒击让民宿都微微震颤。我调清画面，心脏猛地一缩，那是被病毒感染的镜湖巨型鲶鱼，皮肉腐烂，鳍骨外露，是前所未见的水栖变异巨兽。普通水栖丧尸不足为惧，这头湖怪却能撞回岛基，是致命威胁。我立刻启动水下防御系统，高压电网全开。可湖怪皮糙肉厚，电流打在身上只让它短暂停顿，反而更加狂暴，疯狂撞击岸边防护墙。防护墙的混凝土开始剥落，再撞下去，岛基会出现裂缝。我想起舅舅手册里的记载，地下一层藏着深水炸弹与水下主炮，能源足够的情况下，能一击重创变异巨兽。我冲向地下武器库，扛起深水炸弹，操控自动投放装置，送至湖怪正下方。倒计时结束，爆炸声从湖底传来，巨大的水花冲天而起，湖怪发出凄厉的嘶吼，身体被炸出大洞，却依旧没死，拖着伤体逃向湖中心。我松了口气，却知道这头湖怪不会善罢甘休，它与黑鸦势力成了悬在我头顶的2把利剑。我加固岸边防护墙，将水下主炮调至待命状态，随时应对湖怪的反扑。湖怪退走后，我本以为能短暂安宁，卫星通讯器却突然强行开机，没有信号接入，只有一段循环播放的冷英语音，报出我的名字与舅舅的全名，精准说出孤岛所有防御布局。语音最后留下讯息，黑鸦首领亲自带队，3日后携重型武器总攻，要么交出孤岛与病毒样本，要么粉身碎骨。我攥紧拳头，病毒样本4个字让我心头一震。手册里从未提过样本，看来舅舅还藏着更大的秘密。我翻遍民宿每一个角落，终于在3楼卧室的床底找到一个嵌在混凝土里的合金保险箱，需要指纹与瞳孔双重解锁。我用舅舅留下的指纹膜解锁，保险箱打开的瞬间，一股寒气涌出，里面放着一只冷冻试管，装着淡蓝色液体，标签写着病毒原始株揣解药核心。原来这才是黑鸦的真正目标，孤岛只是幌子，原始样本才是他们觊觎的至宝。我将保险箱重新藏好，把样本转移至中控室密室。3日后的总攻不仅是夺岛之战，更是样本守护战。我开始清点武器，全自动步枪、子弹、榴弹、电击枪全部备齐，防御系统调至终极模式，等着黑鸦自投罗网。总攻前一天，我站在3层露台，看着湖岸黑压压的黑鸦势力，人数超过50，推着简易装甲车，车顶架着自制火炮，
狐怪也在湖底若隐若现，竟与黑鸦形成配合。黑鸦首领显然有操控变异生物的手段，这场战斗是人类与变异体的双重围攻。我没有丝毫畏惧，反而燃起战意。从落魄裸辞青年到孤岛守护者，我早已不是任人欺凌的弱者。我启动全岛隐形电磁屏障，让黑鸦的热成像设备失效，又将岸边自动炮塔全部升起。榴弹发射器填装完毕，水下主炮对准湖底，风卷着血腥味吹过湖面。丧尸群被黑鸦的药剂驱赶到湖边，成为第一道炮灰。我盯着监控，看着黑鸦势力缓缓推进，火炮瞄准栈桥方向，心中冷笑。他们以为能轰开闸门，却不知防护墙早已加装防弹钢板，火炮根本无法击穿。我检查完所有武器，坐在中控室的椅子上，端起一杯温水，静静等待战斗打响。这座孤岛是我的家园，是舅舅的心血，更是样本的守护地。谁敢来犯，我就让他埋骨镜湖。清晨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，黑鸦的火炮率先开火，炮弹砸在防护墙上，只留下浅浅凹痕，连钢板都没打穿。我按下炮塔启动键，密集的子弹瞬间倾泻而出，黑鸦前排成员应声倒地，装甲车的轮胎被打爆，彻底瘫痪。黑鸦首领怒吼着下令冲锋，20余人举着盾牌冲向浮桥，狐怪也从湖底冲出，撞击防护墙。我启动水下主炮，一道水柱带着冲击力直砸狐怪伤口，狐怪疼得疯狂翻腾，撞翻了黑鸦的浮桥。落水的黑鸦成员被电网击穿，湖面变成一片死亡海域。剩余黑鸦成员躲在掩体后，释放出特制的追踪丧尸。这种丧尸嗅觉灵敏，能穿透屏障，找到活物，顺着防护墙的缝隙往上爬。我启动红外陷阱，高温射线扫过，攀爬的丧尸瞬间化为灰烬。黑鸦首领见攻势受阻，亲自带队，拿出一枚信号弹发射。天空中出现3架无人机，携带炸弹飞向民宿。我立刻启动电磁干扰，无人机瞬间失控，在空中炸成碎片。战斗持续1小时，黑鸦势力损失过半，狐怪重伤逃遁。首领带着残部退回湖岸，眼神怨毒地盯着孤岛。我看着监控里的狼藉，没有追击，穷寇莫追。我要守好孤岛，等他们露出更大的破绽。黑鸦残部退回写字楼后，没有再发起攻击，反而在湖边搭建防御工事，显然在酝酿新的阴谋。我操控无人机悄悄侦查，发现他们在炼制一种黑色药剂，涂抹在武器上，能腐蚀金属，还在挖掘隧道，想从湖底偷偷潜入孤岛。湖底隧道是我忽略的漏洞，镜湖湖底地质松软，挖掘难度不高，一旦被他们挖通，岛内会直接暴露。我立刻调出声呐探测仪，锁定隧道位置，距离岛底只剩200米。我没有直接封堵，而是在隧道口上方布置水下爆破装置，又将湖水净化系统的排水口对准隧道，一旦爆破，湖水会倒灌进去，直接淹没隧道。同时，我解析黑鸦的腐蚀药剂，用舅舅留下的化学材料制作出中和剂，涂抹在所有防御设施上，杜绝被腐蚀的可能。处理完湖底隐患，我检查病毒样本，冷冻舱运转正常，样本完好无损。黑鸦的诡计被我一一拆解，他们的每一步计划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我坐在中控室，看着湖底隧道的探测画面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。挖地道不过是自寻死路，镜湖的湖水会成为他们的坟墓。隧道挖掘至100米时，黑鸦残部开始加速，显然想连夜挖通。我等到凌晨3点，所有人疲惫不堪时，按下爆破按钮，湖底传来沉闷的爆炸声，爆破装置震塌隧道前端，湖水瞬间倒灌，隧道里的黑鸦成员来不及逃跑，尽数被淹没。声呢，画面里隧道彻底坍塌，湖底恢复平静。黑鸦首领得知隧道被毁，彻底疯狂，将所有丧尸驱赶到湖边，用药剂强化，打造出丧尸巢，要强行攻岛。强化后的丧尸速度更快，力量更强，不怕疼痛，密密麻麻扑向岸边，指甲抓挠防护墙，发出刺耳的声响。我启动全域高温消毒系统，防护墙表面瞬间升温至100度，扑上来的丧尸瞬间被灼烧，皮肉冒烟，纷纷退去。黑鸦首领见状，拿出最后底牌，将自己注射变异药剂，身体开始膨胀，皮肤变黑，长出骨刺，变成半人半兽的变异体。他嘶吼着冲向湖边，
力量远超普通丧尸，一拳砸在防护墙上，混凝土再次剥落。我握紧全自动步枪，眼神冰冷。这是黑鸦首领的孤注一掷，也是我彻底终结他的最好时机。变异后的黑鸦首领力大无穷，竟徒手掰弯防护墙的钢筋，身后跟着残余的20名手下，要强行登岛。我操控自动炮塔击火他，子弹打在他身上，却被坚硬的皮肤弹开，只留下浅浅血痕。他嘶吼着冲到栈桥闸门前，一拳砸在闸门上，铁门微微凹陷。我立刻启动闸门的物理锁死装置，又将栈桥电网调至最高压，蓝色电流缠上他的身体，他浑身抽搐，却依旧不退，用骨刺疯狂切割闸门。我知道普通攻击无效，想起地下武器库的穿甲弹，立刻冲过去装填。穿甲弹上膛，我趴在3层露台，瞄准他的胸口，那里是变异后唯一的薄弱点。枪声响起，穿甲弹精准命中，黑鸦首领发出凄厉的惨叫，身体踉跄后退。他的手下想上前搀扶，被我用榴弹尽数歼灭。黑鸦首领重伤，转身想逃回湖岸，我不会给他机会，操控水下主炮，一击击中他的腿部，他跪倒在湖边，再也无法移动。我盯着监控里动弹不得的他，心中没有丝毫怜悯，作恶多端，终有报应。他的性命由我来终结。我穿戴好防刺服与防爆头盔，驾驶改装冲锋艇，缓缓驶向湖边。黑鸦首领躺在地上，变异身躯开始退化，露出原本的面目，满脸怨毒与不甘。我站在他面前，没有立刻动手，要问出所有真相。他嘶吼着承认，病毒是他与境外组织联手研发，本意是制造生物武器，却意外泄露。舅舅发现他的阴谋后，抢走原始样本，躲进孤岛。他找了3年，终于定位到这里，只为夺回样本，销毁证据，继续他的罪恶计划。我听完所有真相，心中怒火中烧。无数人因病毒丧生，城市沦为废墟，全是他的贪婪所致。我举起电击枪，最大功率击中他的心脏，他浑身抽搐，彻底失去意识。我将他绑在冲锋艇上，带回孤岛，囚禁在地下密室，留着他指证境外组织的罪行。清理完黑鸦势力的所有痕迹，湖岸边只剩下丧尸与废墟，威胁暂时解除。我回到中控室，看着病毒样本，明白这只是开始，境外组织绝不会善罢甘休，更大的危机还在全球范围内等着我。解决黑鸦首领后，我开始整合孤岛资源，将黑鸦留下的武器、药剂、设备全部收编，防御能力再次升级。我用黑鸦的驱赶药剂在孤岛周边布置隔离带，丧尸无法靠近，彻底解决尸潮困扰。湖怪伤愈后，再也不敢靠近孤岛，躲在湖中心深处，成为镜湖的一抹隐患。我重新梳理舅舅的所有秘密，发现他早已预留全球通讯频道，能联系到世界各地的官方安全区。我尝试发送信号，短短半天就收到北美、欧洲、亚洲多个安全区的回应，他们都在寻找病毒原始样本，希望能研发解药，终结末世。我没有立刻交出样本，而是提出条件：孤岛保持独立主权，不接受任何管辖，安全区需提供技术与物资支援，共同对抗境外组织。所有安全区都答应了我的条件，我成了末世里的关键人物，手握解药核心，掌控独立领地，从孤岛主人变成全球末世的核心枢纽。我站在露台，看着平静的镜湖，曾经的渺小青年，如今站在世界的顶端。这份蜕变是末世赐予的勋章。境外组织的动作比我预想的更快。3天后，湖面上出现4艘军用快艇，悬挂着陌生的黑色旗帜，正是研发病毒的影蛇组织。他们装备精良，手持制式步枪，携带反舰导弹，显然是来硬夺样本。我立刻联系全球安全区，请求空中支援，同时启动孤岛终极防御反导系统。激光炮塔、全域电网全部开启。影蛇组织的快艇刚进入镜湖，就被激光炮塔锁定，2艘快艇瞬间被击中，爆炸沉没。剩余2艘快艇发射导弹，被反导系统精准拦截，在空中炸开。影蛇成员不甘心，驾驶快艇强行冲锋，水下主炮与岸边炮塔同时开火，快艇被打成筛子，成员尽数葬身湖底。我操控无人机侦察，发现影蛇组织在城市郊外有一座秘密基地，存放着病毒研发资料与变异体实验数据。我将病毒样本与核心数据双重加密，
锁入中控室密室，驾驶改装冲锋艇直奔影蛇秘密基地。艇身防弹装甲与隐蔽武器系统全程待命。基地藏在废弃地铁枢纽，外围布满丧尸与机械守卫。我用黑压的驱尸药剂开路，悄无声息潜入内部。走廊两侧实验舱关押着各类变异体，数据屏幕滚动着病毒进化日志。影蛇竟在尝试融合丧尸与猛兽基因，打造终极战争兵器。我一路规避红外警报，潜入核心数据室。刚接入硬盘开始拷贝，基地警报骤然炸响，影蛇启动了自毁程序。10分钟后，整个基地将化为废墟。更致命的是，实验舱全部破裂，强化型暴行变异体挣脱束缚，嗅觉与速度远超普通丧尸，直奔我所在的位置扑来。我反手关上合金防护门，用电磁锁死死固定，指尖飞速完成数据拷贝，将硬盘贴身藏好。防护门已被变异体抓得凹陷变形，我抄起墙角的氧缺焊枪，瞄准门锁位置准备突围。这场潜入战从窃取情报变成了生死逃亡，影蛇的疯狂远超我的预料。氧缺焊枪高温融穿合金门锁，我侧身冲出的瞬间，暴行变异体利爪擦着肩头划过，防刺服被撕开一道裂口。我将提前备好的病毒抑制剂砸向变异体，药剂抑制它的行动能力，趁机沿着消防通道狂奔。自毁程序倒计时不断跳动，基地墙体开始坍塌。影蛇精锐卫队从四面八方围堵，制式步枪子弹密集扫射。我躲进立柱后，用缴获的突击步枪反击，但无需发放到追兵，却发现通道尽头被重型闸门封死。情急之下，我砸开消防管道，高压水流喷涌而出，短路周边电子设备，闸门短暂失灵开启。冲出基地的瞬间，身后传来剧烈爆炸，火光冲天吞没整个地铁枢纽。我借着冲击波翻滚倒地，确认数据硬盘完好无损，才松了口气。呼地声呢突然传来预警，被影蛇控制的狐怪正朝着我的位置游来。逃亡尚未结束，变异巨兽与影蛇残部成了挡在我与孤岛之间的两道死关。我驾驶冲锋艇全速折返，狐怪庞大的身躯在水下穷追不舍，背鳍划破湖面，掀起巨浪。冲锋艇马力开到极限，依旧被狐怪步步逼近。它猛地跃出水面，巨口咬向艇尾。我立刻启动艇载深水炸弹，在狐怪身下引爆，巨大的冲击力让它短暂失速。我趁机拉开距离，返回孤岛后，我立刻启动全域防御，将水下主炮与岸边炮塔全部对准湖面，狐怪不敢贸然靠近。在湖心区域盘旋嘶吼。我回到中控室解析拷贝的数据，发现影蛇首领竟是舅舅曾经的合作伙伴，两人一同参与病毒研发。舅舅发现阴谋后叛逃，偷走原始样本，首领则掌控影蛇，继续研发生化武器。更惊人的是，黑鸦并非影蛇下属，而是被首领用家人性命要挟，才被迫追杀舅舅。这份反转让我重新审视被囚禁的黑鸦。我前往地下密室，黑鸦蜷缩在角落，体内变异药剂副作用发作，浑身剧痛抽搐。他眼中的怨毒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绝望。我给黑鸦注射缓解药剂，通过他的微表情与肢体动作确认数据真相。他只是影蛇的棋子，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影蛇首领。黑鸦用指尖在地面划出暗号，告知我影蛇残部已潜入镜湖周边，准备里应外合攻破孤岛，夺取样本。我立刻提升全岛警戒，在栈桥、仓储室、通风管道加装3重感应陷阱，将冲锋艇与水下武器全部待命。深夜，监控捕捉到3道黑影从湖底潜水靠近，正是影蛇精锐渗透者。他们携带水下切割工具，试图破坏岛基防护。我启动水下电网，蓝色电流席卷湖面，渗透者瞬间被击穿，尸体浮上水面。我顺着踪迹排查，发现湖岸废弃灯塔藏着影蛇的临时指挥点，那里有卫星通讯设备，正与境外影蛇总部联络。我没有立刻出击，而是截取通讯信号，得知影蛇总部将派遣武装直升机与2栖部队，3日后对孤岛发动总攻。一场决定末世走向的终极之战即将在镜湖打响。我整合孤岛所有战力，将黑鸦收编为临时战力。他熟悉影蛇战术，能成为关键助力。我们连夜加固防御，在栈桥入口埋设遥控炸药，把民宿顶层改造成狙击点位，水下主炮填充特制穿甲弹头，专门针对狐怪
于2期载具。黑鸭交代，影蛇首领注射了完美变异药剂，没有丧尸的狂暴，保留人类智慧、力量、速度、防御全部拉满，是末世最危险的存在。我将病毒原始样本转移至密室最深处，设置自毁程序，一旦孤岛失守，样本将彻底销毁，绝不落入影蛇手中。次日清晨，湖面上空传来直升机轰鸣声，3架武装直升机挂载导弹，朝着孤岛飞来。湖底同时出现4艘2栖登陆艇，湖怪作为先锋，带头冲向岸边。我站在顶层狙击位，握紧改装狙击枪，黑鸭操控自动炮塔，全岛防御系统瞬间启动。这场以一岛对抗一支军队的战斗正式拉开序幕。武装直升机率先发射导弹，我启动反导系统，2道拦截火箭升空，精准引爆来袭导弹。岸边炮塔同时开火，密集子弹扫射直升机机身。1架直升机油箱被击中，在空中炸成火球坠落，剩余直升机拉升高度，准备低空突袭。黑鸭操控电磁干扰器，瞬间瘫痪直升机导航系统。2架战机失控，撞向湖面，湖底2栖登陆艇冲破水面，士兵持枪冲滩。我按下遥控炸药，栈桥入口火光冲天，登陆艇被炸得粉碎。湖怪趁机冲到岸边，巨尾横扫防护墙，混凝土大块剥落。我瞄准他旧伤位置，水下主炮轰然开火，穿甲弹头彻底击穿他的身躯。湖怪发出最后嘶吼，庞大身躯沉入湖底，彻底失去生机。影蛇残部损失惨重，却依旧死战不退。影蛇首领亲自带队，身披防弹装甲，手持重型机枪，朝着民宿冲锋。他的变异身躯无视普通子弹，一路冲破火力网，距离栈桥闸门仅剩10米。我切换穿甲弹，瞄准影蛇首领头颅射击，弹头击中他额头，却被坚硬皮肤弹开，只留下1道血痕。他冲到闸门下，徒手撕扯防爆钢板，闸门被掰出巨大缺口。黑鸭从侧方突袭，高压电击枪击中首领身躯，电流让他短暂僵直。我趁机投掷脉冲炸弹，强大电磁脉冲摧毁他体内的变异基因活性。首领痛苦嘶吼，身躯开始退化，力量大幅减弱。我冲上前用格斗术压制，将特制抑制剂注入他的脖颈。他的动作彻底停滞，眼神恢复短暂清明，嘶吼着引爆身上的遥控炸弹。想与我同归于尽，我猛地推开黑鸭，翻滚躲避冲击波，炸弹砸塌栈桥闸门。首领被埋在废墟下，彻底没了生机。清理战场时，我发现首领身上的加密 U 盘，里面藏着影蛇全球分布坐标与病毒终极进化方案。一旦方案实施，全球将爆发更恐怖的变异灾变。我必须彻底摧毁影蛇所有据点。我将影蛇坐标共享给全球安全区，联合发动清剿行动，各大安全区派出战机与特种部队，横扫影蛇全球据点。镜湖周边的影蛇残部被一网打尽。黑鸭戴罪立功，带领小队清剿残余势力，获得安全区特赦。我回到孤岛，开始解析病毒终极方案。发现影蛇早已将病毒种子散播全球各大水域，镜湖就是其中一个核心节点。湖底藏着病毒激活装置，我驾驶潜水器潜入湖底，在100米深的水下找到金属控制台，上面布满倒计时按钮。7日后，全球病毒将同步激活。我用舅舅留下的终止密码破解程序，拆除激活装置，却触发了防护机制。湖底涌出大量水汽变异丧尸，将我团团包围。潜水器能源告急，武器系统仅剩最后1发榴弹。生死关头，黑鸭驾驶救援潜水器赶到，2门水下机枪横扫变异体，为我撕开突围通道。这场水下危机险些让我永远留在镜湖底。返回孤岛后，我结合原始样本与影蛇数据，在民宿实验室研制抗病毒解药。经过上百次实验，第1支成熟解药研制成功，能彻底清除体内病毒，让变异体恢复正常。我将解药投放镜湖，周边丧尸逐渐褪去狂暴，恢复人类意识。城市里的幸存者纷纷走出避难所，开始重建家园。全球安全区批量生产解药，空投至各个沦陷区域。末世迎来转机。就在局势向好时，监控发现湖岸出现未知信号源，一种新型异变丧尸从城市废墟飞出，它们拥有翅膀，能跨越湖面，直接突袭孤岛。这种丧尸速度极快，避开地面防御，直奔民宿顶层而来。我立刻启动全域防空激光系统
那些藏在民宿屋顶与岛际四角的高能激光发射器开始同步运转，蓝色射线以 DS 级速度织成密不透风的火网，扑向民宿顶层的异变丧尸。在高温射线中，它们接连化为焦黑灰烬，仍有7、8只凭借极致极速突破火力防线，利爪狠狠抓挠防弹玻璃，刺耳的摩擦声穿透防护板，在民宿内回荡不止。这些异变丧尸双翼附着灰黑色腐皮，骨骼凸起如刀锋，眼窝泛着猩红荧光，飞行时带起清风，绝非自然变异产物。我迅速调取全岛监控与红外热成像，做深度数据分析，发现他们体内均植入微型生物信号接收器，一举一动都受远处隐秘信号精准操控，是影蛇残部精心培育的空中杀戮兵器。我顺着信号波段逆向溯源，精准锁定湖岸那栋未完工的烂尾摩天楼，顶层机房正是信号发射源。影蛇残部妄图用空中变异体绕开孤岛地面与水下防御，只取我藏在中控室密室的病毒原始样本。我将高浓度抗病毒解药装填进改装军用无人机投掷舱，操控10架加装装甲与干扰器的无人机编队直奔烂尾楼，同时启动孤岛大功率电磁脉冲装置，瞬间屏蔽半径3公里内所有生物信号。失去指挥的异变丧尸立刻陷入混乱，在空中胡乱冲撞后纷纷坠向湖面，被水下高压电网尽数绞杀。我紧盯监控屏幕，指尖悬在无人机引爆按钮上，等待编队抵达指挥点，是要彻底端掉这个空中威胁的源头，绝不给影蛇残部留下任何反扑的余地。改装无人机编队突破烂尾楼外围的丧尸封锁，精准悬停在信号发射室窗口，将整舱高浓度解药尽数投掷进去。浓烈的解药雾气以极快速度扩散开来，躲在室内操控信号的影蛇实验员沾染雾气后，体内潜伏的病毒被彻底清除，恢复人类意识后纷纷因脱力瘫软在地，脸上满是惊恐与悔恨。我操控无人机破门而入，完整拷贝所有异变丧尸实验数据后，精准引爆信号发射器核心部件，烂尾楼顶的信号装置瞬间炸成废墟。全球最后一批受控异变丧尸彻底失去指令，在空中盘旋片刻后尽数坠落消亡。我返回中控室深度解析拷贝的数据，竟发现一个足以颠覆全局的惊天反转。影蛇组织并未完全覆灭，其2号人物携带终极变异基因图谱秘密潜逃，正藏身于城市地下100米深的军方防空洞，计划融合湖怪、异变丧尸、追踪丧尸的所有优势基因，打造水陆空3栖无敌的终极生化兵器。而镜湖湖底的病毒激活装置只是他毁灭人类计划的第一步。我立刻将所有数据同步至全球安全区指挥中心，同时连夜升级孤岛全维度防御体系，将水下、地面、防空3大系统实现毫秒级联动。这座孤岛不仅是病毒样本的守护地，更要成为阻挡终极变异体出世、守护人类存亡的最后一道钢铁防线。一场关乎全人类生死的终极对决已在无声中悄然拉开序幕。我驾驶加装加厚防弹装甲，挺载重机枪与解药喷雾器的改装冲锋艇，带着黑鸭直奔城市地下军方防空洞。改装冲锋艇的艇身两侧的解药喷雾器全程持续喷射，沿途游荡的丧尸接触到淡绿色雾气后，狂暴性情迅速消退，体内病毒被清除，逐渐恢复人类意识，蜷缩在地。防空洞入口被半米厚的防爆合金门牢牢封堵，影蛇2号用数十只强化变异体堵住通道，洞内核心区还存放着上百枚未激活的超级变异体胚胎，一旦成功孵化，人类将彻底失去反抗能力，再次坠入末世深渊。我用从影蛇首领身上获取的指纹与虹膜信息破解防爆门密码，悄无声息潜入洞内，却发现洞内遍布生物感应炸弹，只要检测到非变异体生命体征，就会瞬间释放强化性病毒，将全城刚刚恢复秩序的幸存者再次感染。黑鸭立刻手持拆弹设备前往通道拆除炸弹，我则独自潜入核心培育室。刚踏入房间，就看到影蛇2号正将一管淡紫色终极变异基因注入自己脖颈，他的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变异，后背长出一变丧尸的薄膜双翼，体表覆盖湖怪般的坚硬鳞甲，
双手化作暴行变异体的锋锐利爪，成为集所有变异体优势于一身的终极生化体。他转身发现我的瞬间，利爪带着破空劲风直扑我的面门。我反手抽出腰间的高压电击刀，眼神冰冷如铁。这场与终极生化体的生死单挑，我只能胜，绝不能败。终极生化体的攻击速度快如闪电，利爪擦着我脖颈狠狠划过，身上的防刺服被轻易撕裂，3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瞬间渗出血迹。我借力向侧面翻滚，堪堪躲开这一致命一击，顺势将提前制备的专属基因抑制剂狠狠砸向他的变异伤口。抑制剂瞬间渗入体内，暂时压制住他的变异速度与狂暴性情。我趁机操控培育式的超低温冷冻系统，零下150度的寒气瞬间笼罩整个房间，却只能冻结他的表层肌肤，无法伤及核心。黑鸦以最快速度拆除所有生物炸弹后，立刻赶来支援。两人背靠背形成防御阵型，合力将生化体逼入特制基因裂解舱。我毫不犹豫启动最高功率裂解程序，他体内的变异基因开始以极快速度崩解，痛苦的嘶吼声震得培育式强体速速落灰。影蛇2号在绝望之中引爆藏在体内的备用病毒罐，我立刻关闭裂解舱密封门，启动全舱病毒净化程序，洞内所有残留病毒被彻底清除，上百枚超级变异体胚胎也化为无害的营养液。清理现场时，我在生化体残骸中发现一枚加密军用通讯器，里面存储着大量安全区高层与影蛇的秘密通讯记录。原来影蛇能潜伏多年，屡屡逃脱围剿，全靠安全区联合议会的内鬼通风报信。这个内鬼手握重权，随时可能颠覆人类重建秩序。我攥紧通讯器，脑海中已然勾勒出揪出内鬼、斩草除根的全盘计划。我带着通讯器里的所有铁证返回孤岛，连夜设下引蛇出动的精密圈套，故意向全球安全区发送虚假绝密消息，声称病毒原始样本已转移至边境3号安全区，准备进行最终销毁。不出所料，隐藏在议会的内鬼立刻调动私人武装与影蛇残部，连夜前往边境截杀，同时派遣8名顶尖杀手潜入孤岛，妄图销毁所有证据，将我斩草除根。8名顶尖杀手借着夜色从湖底潜水潜入孤岛，他们身着静音潜行服，携带破甲工具与消音武器，妄图悄无声息渗透民宿，摧毁证据。我早已将全岛陷阱调至最高警戒，通风管道、外墙攀爬点、密室入口3重红外感应网全覆盖。他们刚触碰到民宿底层的感应金属片，全域高压电击网瞬间启动，湛蓝色电流缠上身躯。前3名杀手当场僵直坠湖，剩余5人分散突围，2人摸向中控室，3人直奔密室，却踩中我预埋的反步兵触发式榴弹，爆炸掀翻走廊地砖，碎石与冲击波直接折断他们的骨骼。我站在监控屏前冷眼旁观，指尖按下内部高温系统启动键，100度热浪席卷民宿每一处死角，残余杀手在高温中皮肉碳化，彻底失去威胁。我逐一清理尸体，从领头者贴身夹层搜出一枚刻着联合议会徽章的金属令牌，背面刻着副议长的专属编码，内鬼身份终于浮出水面。我将令牌与潜入全程监控加密备份，全岛防御锁死。此刻我笃定内鬼绝不会坐以待毙，他一定会亲自踏上这座孤岛，亲手葬送自己的性命。我端起酒杯站在露台，湖面风平浪静，而一场清算内鬼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。我攥着内鬼的专属令牌，心中已然勾勒出引蛇出动的完整计划。我故意通过加密频道向全球安全区发送虚假消息，谎称病毒原始样本与内鬼证据已转移至边境临时据点，同时在孤岛留下刻意暴露的防御漏洞，让内鬼误以为我已离开孤岛，防守空虚。我将全岛火力集中在栈桥与中控室，水下主炮、激光炮塔全部隐蔽待命，只等内鬼亲自带队前来。消息发出仅3小时，湖岸飞骑灯塔便亮起加密信号，正是副议长的专属通讯波段。他果然中计，以为能趁虚而入夺走证据，斩草除根。监控画面里，湖岸集结起近100人的精锐武装，配备装甲车、重机枪与破障装备。队伍最前方的黑色越野车中，端坐的正是联合议会副议长，他脸上满是
志在必得的阴土。我关掉监控屏幕，将病毒样本与核心证据转移至地下最深层密室，设置双重自毁程序。只要有人强行破解，证据与样本会瞬间化为灰烬。我检查完所有武器装备，全自动步枪填满穿甲弹，榴弹发射器挂在身侧。这座孤岛就是为内鬼准备的终极囚笼，他的贪婪与背叛终将在此刻付出代价。清晨的雾霭还未散尽，内鬼率领的武装队伍便推着装甲车冲向栈桥，重机枪疯狂扫射防爆闸门，子弹打在防弹钢板上，只溅起火星。我站在中控室，看着他们徒劳的攻击，嘴角勾起一抹嘲讽。待他们全部聚集在栈桥入口，试图用炸药爆破闸门时，我按下遥控引爆键，栈桥预埋的高爆炸药瞬间轰鸣，火光冲天而起，装甲车被炸成废铁，前排武装分子尽数葬身火海，剩余敌人慌不择路逃窜。我启动岸边自动炮塔，密集子弹形成火力网，将逃窜者逐一收割。内鬼躲在掩体后瑟瑟发抖，他从未想过孤岛的防御会如此坚不可摧，更没想到自己会落入我的圈套。我操控冲锋艇缓缓驶向栈桥，全身披挂防爆装甲，手持高压电击枪，一步步走向缩在角落的内鬼。他试图掏枪反抗，却被我一脚踹断手腕，电击枪最大功率击中他的心脏，他浑身抽搐着瘫倒在地，彻底失去反抗能力。我将他五花大绑带回孤岛，囚禁在地下密室，这里曾关押过黑鸭，如今成为背叛人类的内鬼的牢笼。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我将内鬼囚禁在地下密室，他起初咬紧牙关拒不认罪，妄图用议会身份施压抵赖。我没有多余的逼供手段，直接将杀手潜入的监控专属令牌。议会内鬼通讯记录全部投屏在他面前，铁证如山。他的脸色瞬间惨白如纸。我又将病毒研发的全部真相，影蛇组织的罪恶计划，全球沦陷的根源一一摆在他眼前。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，浑身颤抖着交代所有罪行。原来他早已被影蛇组织收买，收受巨额贿赂，为影蛇提供安全区情报，掩护生化实验，甚至暗中破坏解药研发，妄图在末世后掌控全球权力。他供出了全球范围内的内鬼网络，涉及数十个安全区的高层，这些人都是影蛇的傀儡，联手阻碍人类重建。我将他的供词全程录音录像，加密同步至全球安全区指挥中心，同时启动孤岛最高权限，冻结所有内鬼的权力与资源。内鬼瘫坐在地上，眼神空洞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处心积虑的阴谋，在绝对的证据与实力面前，不过是一场可笑的闹剧，而他的下场早已注定。全球安全区收到我同步的内鬼证据与供词后，立刻展开雷霆清剿行动。一夜之间，数十名内鬼高层被悉数拿下，影蛇在人类阵营的眼线被彻底拔除。被囚禁的内鬼得知同伙落网，彻底陷入疯狂。他趁看守不备，偷偷激活了藏在衣领内的微型遥控装置，启动了影蛇留在镜湖底的备用生化激活程序。中控室的警报瞬间刺耳响起，湖底声呐，屏幕上出现密密麻麻的红点，原本被销毁的变异胚胎残留体竟被激活，无数小型水汽变异体从湖底淤泥中钻出，朝着孤岛疯狂涌来。这些变异体体型小巧，速度极快，牙齿锋利如刀，能啃噬混凝土与金属，是影蛇最后的反扑杀招。我立刻启动水下终极防御，高压电网全开，水下主炮填充霰弹弹头，岸边炮塔调转方向对准湖面，湖面上瞬间泛起大片血花，变异体被电流与炮火绞杀。可他们数量无穷无尽，前赴后继地扑向岛基。我盯着监控屏幕，心头一沉，这些变异体只是先锋，湖底深处一定藏着激活他们的母体，只有摧毁母体，才能彻底终结这场水下危机。水汽变异体的攻势愈发猛烈，高压电网被啃噬出细小缺口，岛基混凝土开始出现剥落痕迹。我操！控水下自动打捞装置将变异体尸体持续清理出湖面，可新增的变异体速度远超清理速度。声呢，屏幕上的红点越来越密集，已经逼近岸边防护墙。我清楚常规火力无法彻底清剿，立刻调取舅舅留下的湖底地质图，发现变异体全部从镜湖最深的深渊区域涌出，那里正是母体的藏身之处。
我将全岛防御交给黑鸭操控，自己穿戴深水潜水装备，携带基因裂解炸弹与水下步枪，驾驶单人潜水器驶向湖底深渊。水下漆黑一片，探照灯扫过之处，全是变异体狰狞的身影，他们疯狂扑向潜水器，利爪抓挠着防弹玻璃。我扣动水下步枪扳机，子弹穿透变异体身躯，炸开大片浑浊的湖水。潜水器缓缓下潜至100米深渊，眼前的景象让我瞳孔骤缩。一只体型庞大的母体变异体盘踞在湖底，身躯像巨型水母，触须缠绕着无数胚胎，不断释放出新的变异体。它就是这场危机的源头，也是影蛇留给人类的最后生化威胁。湖底深渊的变异母体察觉到我的存在，无数触须带着剧毒粘液朝着潜水器疯狂抽打，触须上的尖刺轻易划破潜水器的外层装甲。我立刻操控潜水器规避攻击，同时发射水下干扰弹。浑浊的湖水暂时遮挡母体的视线。我深知普通攻击无法伤及母体核心，必须将基因裂解炸弹精准送入它的体内。我驾驶潜水器绕到母体身后，瞄准它腹部发光的核心器官，将裂解炸弹牢牢吸附上去。母体感受到威胁，发出无声的嘶吼，触须疯狂缠绕潜水器，剧毒粘液开始腐蚀驾驶舱玻璃。我毫不犹豫启动炸弹倒计时，驾驶潜水器全速向上突围，身后传来剧烈的爆炸，湖底冲击波将潜水器掀飞数米。我回头望去，母体的身躯被炸得四分五裂，发光核心彻底熄灭，缠绕的胚胎尽数化为黑水。湖底的变异体瞬间失去控制，停止攻击，纷纷沉入淤泥死去。我驾驶潜水器返回孤岛，刚登上岸，中控室的警报便停止作响。声呢？屏幕上的红点全部消失。这场水下危机终于被彻底终结。我瘫坐在岸边，看着平静的镜湖，明白影蛇的所有威胁终于被彻底清除。我以为清除变异母体后，全球将迎来真正的安宁。可刚返回中控室，便发现全球通讯信号突然中断，屏幕上只剩下一片雪花，所有安全区的联络全部断开。我立刻启动应急通讯系统，却发现信号被强烈电磁干扰屏蔽，孤岛彻底与外界失去联系，沦为真正的末世孤岛。我调取卫星监控，发现干扰源来自全球各大城市的废墟之下，是内鬼残部启动了影蛇的终极电磁干扰装置，妄图切断人类联系，让重建秩序彻底崩溃。更让我心惊的是，监控画面里内鬼残部占据了城市核心区，挟持了数万刚刚恢复意识的幸存者，以此为要挟，要求我交出病毒样本与所有证据。我攥紧拳头，心中怒火中烧。这些残余势力苟延残喘，还敢用无辜幸存者的性命做筹码。我立刻整合孤岛所有资源，将黑鸭留下的武装、缴获的影蛇武器全部整编，组建起一支精锐的孤岛小队，配备解药喷雾、重武器与防弹装备。镜湖的风再次变得凛冽，一场解救人质、清剿残敌的攻坚战即将在城市核心区打响。我绝不会让无辜者沦为牺牲品。我带领孤岛小队驾驶3艘改装防弹冲锋艇，朝着城市核心区全速进发。艇身两侧的解药喷雾器持续喷射，沿途游荡的丧尸接触解药后迅速恢复意识，蜷缩在岸边，不再构成威胁。城市核心区被内鬼残部用防爆墙团团围住，墙头架着重机枪与榴弹发射器，数万幸存者被关押在中心广场，手脚被缚，处境岌岌可危。内鬼残部在广播里疯狂叫嚣，限我10分钟内交出样本与证据，否则便引爆炸药，与幸存者同归于尽。我没有丝毫妥协，立刻部署作战计划。黑鸭带领小队从侧面迂回，爆破防爆墙缺口。我带领主力从正面突袭，用激光炮塔压制敌方火力。冲锋艇靠岸的瞬间，战斗正式打响。激光射线精准摧毁墙头的火力点，榴弹发射器轰开防爆墙。小队成员鱼贯而入，与内鬼残部展开激战。残部士兵不堪一击，纷纷被击倒。可当我们逼近中心广场时，一道高大的身影从废墟中站起，挡住了去路。那是内鬼残部用最后基因技术打造的终极融合战士，集所有变异体优势于一身，是他们最后的底牌。终极融合战士身高近3米，体表覆盖狐怪般的坚硬鳞甲，后背生有异变丧尸的双翼，双手是暴行变异体的利爪，速度、
力量、防御全部拉满。普通子弹打在他身上毫无作用，他嘶吼着冲向小队成员，利爪一挥便掀飞2名队员。厚重的鳞甲无视榴弹爆炸的冲击波，我立刻让队员后撤，独自上前迎战，手中的高压电击刀劈砍在他身上，只留下浅浅白痕。融合战士的利爪直扑我的面门，我侧身翻滚躲开，顺势将基因裂解剂注入他的伤口。裂解剂开始瓦解他的变异基因，他的动作逐渐迟缓，鳞甲开始脱落。我抓住时机切换穿甲弹，瞄准他头部的核心器官，扣动扳机，子弹精准穿透。融合战士发出凄厉的嘶吼，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彻底失去生机。我们冲进中心广场，迅速解救所有被挟持的幸存者，为他们注射解药，解除束缚。内鬼残部首领躲在大楼顶层，试图引爆预埋炸药。我操控无人机精准投掷炸弹，将它与炸药一同化为灰烬。城市核心区的危机彻底解除，数万幸存者对着我们躬身致谢。我看着重获自由的人群，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使命感。解救幸存者后，我带领小队摧毁了城市地下的电磁干扰装置，全球通讯信号瞬间恢复，孤岛重新与全球安全区取得联络。各大安全区纷纷发来贺电，感谢我终结影蛇，清剿内鬼，解救幸存者。人类重建的进程终于步入正轨。我将病毒原始样本、影蛇全部实验数据、内鬼网络证据毫无保留地共享给全球安全区，联合成立末世解药研发中心，以镜湖孤岛为核心基地，批量生产全民抗病毒解药。解药通过空投运输车队送往全球每一个沦陷区域，无数丧尸恢复意识，废墟城市重新燃起炊烟，街道上再次出现人类的身影。末世的阴霾终于开始散去，可我并未放松警惕。我清楚，人类的威胁从不止于生化变异与野心家，更在于重建后的秩序与团结。我整合全球安全区的武装力量，成立人类守护联盟，自任守护者，制定末世新秩序，保障每一个幸存者的生存权利，杜绝权力滥用与背叛再次发生。镜湖孤岛不再是末日堡垒，而是人类重生的希望核心。我站在露台，看着湖面波光粼粼，知道属于人类的新时代即将开启。全球解药投放进入尾声，超过90%的感染者恢复正常，城市重建工作全面展开，工厂复工，农田复耕，学校复课，人类文明的火种重新熊熊燃烧。我将孤岛的防御系统改造为全球安全预警中心，24小时监控全球变异体残留与潜在威胁。黑鸦成为联盟副指挥官，带领武装部队清剿全球残余的变异体与不法分子。就在一切向好发展时，太空站突然发来紧急通讯，告知检测到外太空有不明陨石群朝着地球飞来，陨石表面附着未知宇宙病毒，一旦坠落地球，将引发比丧尸病毒更恐怖的灾变。这一消息让全球重建的节奏瞬间停滞，人类刚刚走出末世深渊，又面临宇宙级的致命威胁。我立刻召集全球安全区高层召开视频会议，整合全球所有航天与防御资源，制定陨石拦截计划。镜湖孤岛的地下实验室被改造成宇宙病毒研究中心，我亲自带队，结合地球病毒解药的研发经验，开始研制对抗宇宙病毒的疫苗。这场关乎人类存亡的星际防御战再次将我推到了世界的最前沿。全球航天力量全部启动，数十枚拦截导弹升空，朝着陨石群飞去。可陨石表面的宇宙病毒具有腐蚀金属的特性，半数导弹在中途失效爆炸，剩余导弹仅击碎部分小型陨石，主体陨石依旧朝着地球坠落，预计72小时后撞击地表。宇宙病毒的样本通过太空舱送达孤岛实验室，我日夜不休展开研究，发现这种病毒能与地球生物基因快速融合，催生无理智的宇宙变异体，破坏力远超丧尸。时间紧迫，全球人心惶惶，重建的城市再次陷入恐慌。我将地球病毒原始样本与宇宙病毒样本融合分析，终于找到两者的基因共性，研制出初代宇宙病毒疫苗。可疫苗产量极低，无法满足全球需求。陨石撞击的倒计时不断跳动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生死。我突然想到孤岛的湖水净化系统，经过改造后能批量生产疫苗原液。我立刻启动全岛设备，将太阳能、
柴油发电机全部功率拉满，24小时不间断生产疫苗，同时号召全球工厂转产疫苗。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疫苗攻坚战，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打响，疫苗生产速度不断提升，全球累计生产数十亿剂疫苗，通过空投覆盖所有人类聚居区，幸存者全部完成接种，体内产生对抗宇宙病毒的抗体，距离陨石撞击仅剩1小时。最后一批拦截导弹升空，精准击中陨石主体，陨石碎裂成无数小块，散落至地球各大无人区域。陨石坠落的瞬间，宇宙病毒扩散至大气中，可全球人类已全部接种疫苗，无人感染。散落的陨石碎片被联盟部队迅速回收封锁，宇宙变异体未能诞生。这场星际危机被人类成功化解，全球爆发出震天的欢呼，人类终于战胜了末世与宇宙的双重威胁。我站在孤岛露台，看着全球各地传来的欢庆画面，心中百感交集。从裸辞青年到末世守护者，从孤岛求生到守护人类，我走过了一条布满鲜血与硝烟的道路，每一步都坚守着初心。我将宇宙病毒样本与疫苗技术封存，作为人类防御的终极底牌，同时宣布人类守护联盟正式接管全球秩序，开启和平重建的新纪元。末世彻底终结，人类进入全新的重建时代。镜湖湖心岛成为全球人类的精神象征与核心枢纽，民宿被改造成人类守护联盟总部，曾经的末日堡垒如今成为和平殿堂。全球城市重建完毕，交通、通讯、能源系统全面恢复，人们走出避难所，重拾生活的希望。相亲、工作、学习，曾经的平凡日常成为最珍贵的幸福。我将病毒原始样本永久封存于孤岛地下密室，设置全球最高级别的防护，永远不让生化危机再次降临。舅舅的加密手册被我完整解读，他当年并非背叛，而是为了阻止病毒泄露，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人类。他的心血终于在我手中绽放出希望的光芒。我偶尔会坐在露台，看着波光粼粼的镜湖，吃着战斧牛排，喝着冰镇精酿，依旧是裸辞后的悠闲模样，只是身边多了守护人类的责任与荣光。黑鸭带领联盟部队维护全球和平，幸存者们安居乐业，没有丧尸，没有掠夺，没有背叛，只有安宁与希望。这是我用战斗换来的结局，也是人类应得的未来。今天是末世终结后的第100天，也是我登上湖心岛的第365天。我站在3层露台，看着镜湖两岸重建的繁华城市，车水马龙，灯火璀璨，再也没有丧尸嘶吼，没有硝烟战火。曾经的末日孤岛，如今成为全球最安全的和平之地。舅舅的网红民宿重新开业，不再是末日堡垒，而是接待全球幸存者的和平驿站。我依旧保持着简单的生活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检查联盟防御，研发防御技术，偶尔享受战斧牛排与冰镇精酿。从落魄裸辞青年到人类守护者，我从未忘记初心。全球安全区联合授予我人类守护者勋章，可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，守护家园，守护同类，守护人类文明的火种。风拂过湖面，带着花香与烟火气，我知道末世永远成为过去，人类的未来将一片光明。我握紧手中的联盟徽章，眼神坚定。从今往后，我将继续守护这片土地，守护着来之不易的和平，让人类文明在镜湖之畔永远传承下去，生生不息。